这是一个屠魔勇士终成恶魔的故事。在哈兰这座遍地都是丧尸的城市，幸存下来的平民为了活着，只能选择在这人间炼狱，苦苦寻找生存物资和解毒剂。他们白天不仅需要应对末世下的丧尸和极端势力，夜晚还需要警惕比丧尸更为可怕的夜魔。但仅仅一墙之隔的城外，却是万家灯火通明。这些在繁华城市里不明真相的人，根本不知道在他们旁边的哈兰市，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生离死别。而这款游戏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最后留下的只有绝望与黑暗。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只有玩到最后才能明白其含义的神作《消逝的光芒》。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城市哈兰，这座城市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便惨遭丧尸病毒的肆虐，当地国防部门无奈之下只能建立高墙，意图隔绝病毒。军方甚至想要投放核弹将病毒彻底根除，而极端救援组织 GRE 则在不停为哈兰市的幸存者投放生存物资以及抑制病毒的药剂。为了找到解决病毒的方法， GRE 派遣了最强特工凯尔·克兰前往哈兰市。克兰此行的目的便是在哈兰市内寻找一名叫苏莱曼的高层，因为苏莱曼窃取了一份机密文件，文件详细描述了治疗丧尸病毒的药物合成方法，但这个合成方法并不完善，一旦贸然使用很可能会是剧毒。为了防止苏莱曼公布文件， GRE 建立起了覆盖全市的通讯干扰，只有无线电才能与外界取得联系。对于最强特工克兰来说，区区一份机密文件而已，想必一定是手到擒来。可当他落地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了人间的险恶。哈兰市的极端势力赖斯邦见空投下来一个超人，于是准备将克兰腿打断带回去。由于出师不利，克兰立马掏枪打伤了一名极端分子，但枪声却很快引来了一群丧尸。就在克兰快要结束特工生涯的时候，2名幸存者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怀疑人生的克兰，但中途幸存者阿米尔为了拖延时间，只能选择极限1换1。克兰也因为头部受伤昏迷了过去。当克兰醒来后，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名为塔楼的地方，这里同时也是幸存者聚集地。他一路跟随指引前去与塔楼的首领布雷肯见面，可布雷肯没见着，却意外结识了有着一腔热血的少年拉辛。从拉辛口中得知，为了救治被丧尸咬中的克兰，塔楼为他使用了能够抑制病毒的解毒剂以及大量的资源。克兰见不做点什么实在过意不去，于是他推开了宛如地狱般的13楼大门，前去救出了一名失踪的幸存者。当他回去找拉辛的时候，之前救他的女人也在这里，救命恩人名叫杰德，杰德同时也是拉辛的姐姐。克兰本想上前道谢，但杰德却说道，如果想报答他的救命之恩，那么就帮他照看好拉辛这个毛头小子。之后克兰跟着拉辛来到了天台，想要能够在哈兰市生存下去，就必须利用跑酷这项技能，以便在复杂的地形应对各种危险。身为最强特工，克兰几分钟就成为了跑酷大师，拉辛也不由得惊叹不已。可在训练期间，克兰因为之前被丧尸咬中，从而引发了第一次癫痫。为了延缓变异的过程，拉辛建议克兰前去寻求泽雷博士的帮助。当克兰推开塔楼大门的一瞬间，扑面而来的便是哈兰市的末世氛围。靠着大成的跑酷技巧，他很快就到达了位于塔楼附近的安全区，并见到了泽雷博士。心地善良的博士一直没有忘记拯救那些无辜的市民。他与同样被困在林区的卡姆登博士从未停止过研制疫苗的实验。林区也是病毒最早爆发的地方，而克兰所处的地方则是贫民窟。随后泽雷博士给克兰注射了为数不多的解毒剂，暂时延缓了病毒发作的时间。之后克兰帮助其塔楼完成各种任务，也从中了解了在哈兰市晚上不能出门的生存之道，并且顺利见到了塔楼的首领布雷肯。此时他们正对物资的紧缺焦头烂额，因为哈兰市的生存物资和解毒剂大多数都是依靠 GRE 的空投获取，但塔楼却无法与赖斯邦抗衡，只能眼睁睁看着赖斯邦占据大量资源。而克兰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由于目标苏莱曼早就隐姓埋名，并且暗中掌控了哈兰市的2大势力之一，而克兰在见过塔楼首领布雷肯后，立马看出了他并不是目标苏莱曼，那么苏莱曼极有可能就是赖斯邦的极端首领赖斯。路见不平一声吼，克兰当仁不让的接下了寻找空投的任务。另一边，他又暗中与 GRE 取得联系，报告了赖斯邦首领很有可能就是苏莱曼的线索。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摸索，克兰早已练就了纵横天下的武艺，没有任何一只丧尸能在他手里走过3招。临近傍晚， GRE 空投了解毒剂，克兰一路横着走到了空投降落点，并在里面发现了数箱解毒剂，但 GRE 却完全不顾那些需要解毒剂的幸存者，他们命令克兰将解毒剂全部烧毁，这样就能迫使塔楼派遣克兰去跟赖斯邦交易解毒剂， GRE 也就能确认赖斯是否是苏莱曼。由于是初来乍到，克兰并不知道解毒剂的重要性，只是偷偷的留了一瓶后便将所有的解毒剂销毁，但他此时却不知道这个举动将会酿成多大的悲剧。与此同时，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吼在陷入黑暗的哈兰市中开始回荡，这便是位于哈兰市食物链顶端的存在夜魔。然而此时的夜魔想逃已经来不及了。就这样，哈兰市拳王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塔楼，因为克兰撒谎没有找到解毒剂。不出 GRE 所料，此时塔楼的人正准备派人前去赖斯邦购买解毒剂。克兰当即自告奋勇，表示自己可以前去跟赖斯邦交易。首领布雷肯、杰德与拉辛姐弟纷纷都对克兰竖起了大拇指，这让克兰心中一暖，但他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时间来到清晨，克兰的身影穿梭在丧尸横行的街道之上，没多久他便来到了赖斯邦的极端营地。赖斯邦的2把手见到克兰后，觉得很是眼熟，能不眼熟吗？克兰落地那天就是他迎接的。可眼前还不是算账的时候，恰好此时赖斯正在表演
节目，还贴心的给手下留了一手。果不其然，赖斯就是 GRE 要找的苏莱曼。在他知道了克兰的意图后，表示可以给克兰2箱解毒剂，条件就是帮他做些事儿。克兰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不得不说，赖斯的心狠手辣可见一斑。跟着乌鸦哥混，最多就是吃不饱饭，但跟着赖斯那可是随时可能没命。之后，克兰爬上天线塔，为赖斯帮修理好了无线电调节器。好在这个举动让整个哈兰市的幸存者都能更好的进行通讯，就连邻区的幸存者首领特洛伊也联系上克兰表示感谢。但随后的任务也让克兰不得不昧着良心前去为赖斯帮收取保护费。可当他做完这一切，赖斯却出尔反尔，只给了克兰5瓶解毒剂，甚至还想让克兰将曾救过他的杰德带过来参加供赖斯帮娱乐的竞技场。迫于赖斯手里有枪，克兰只能憋屈的离开。好人就该被人拿枪指着，克兰心中越想越气，于是他联系上了 GRE， 表示不想跟赖斯合作。但 GRE 的回复却是让克兰全力配合赖斯。从小到大还没受过这种委屈，他爹都没拿枪指过他。克兰默默地记下了这个仇，对 GRE 这个极端救援组织的看法也由此产生了动摇。当克兰将为数不多的解毒剂带回塔楼后，18楼因为缺乏药物导致感染爆发，整层楼的人都变成了丧尸。面对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塔楼首领布雷肯陷入了无尽的绝望和自责。他在病毒爆发前只是一个跑酷教官而已，他也跟普通人一样，想着如何在哈兰市存够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布雷肯的跑酷却教会了幸存者们如何生存。克兰在安慰了布雷肯一番后，本打算前往天台求助 GRE， 可他正好撞见了在天台喝得烂醉的拉辛。拉辛想要炸掉塔楼附近的夜魔巢穴，尽量为幸存者们提供安全保障，这样就能搜集到足够的解毒剂。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拉辛与克兰早已成为亦师亦友的好搭档。克兰只能口头上答应帮他寻找炸药。随后他联系上了 GRE， 希望能够让 GRE 向塔楼空投解毒剂，但 GRE 却断然拒绝，因为他们派遣克兰是来寻找文件的，而不是扮演圣母。除非克兰选择帮助赖斯交出救过他的杰德，克兰可不会这么做。既然解毒剂没人给，那么他就自己去找。就在第二天，克兰前去和杰德会面，他们发现了一处赖斯帮的补给站，于是他们决定不动声色潜入这个位于学校的补给站。可他们来到内部后，却发现里面并不是解毒剂，而是塑胶炸药。杰德带上炸药先一步离开，克兰负责殿后。自从被人拿枪指着，克兰也学会了拿枪指人，毕竟还是这玩意儿好使。就在离开的途中，克兰发现了一只绿色的丧尸，幸好丧尸跑得快，才免受了皮肉之苦。不过这也勾起了克兰的好奇心，于是他前去找到了泽雷博士，并从泽雷口中知道了这种丧尸名为逃亡者。如果能够搞到一只新鲜的逃亡者，或许能够对泽雷的病毒疫苗研究有帮助。当然，这点小事还难不倒克兰。待深夜降临，克兰宛如一只极端丧尸，瞬间来到了逃亡者面前。逃亡者还没来得及逃亡，便成为了一份新鲜的样本。当泽雷博士对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了这种样本极有可能研制出疫苗，可因为他的实验设备有限，只能把样本交给邻区的卡姆登博士才行。克兰想也没想，当即决定将数据和样本给卡姆登博士送过去。但这时拉辛却联系上了克兰，因为克兰之前给拉辛透露了炸药的事情。拉辛为了尽可能帮助塔罗的同伴，于是便瞒着姐姐和克兰擅自带上炸药前往了夜魔巢穴。这个举动导致拉辛陷入了危险之中。听到这个消息，克兰想也没想，迅速向着拉辛的所在赶去。当克兰再次见到拉辛的时候，他已经被丧尸咬中，但拉辛却谎称自己已经截肢，而炸弹也即将引爆。见情况危急，克兰也没多看，立即带上炸弹前往夜魔的巢穴，并赶在炸弹爆炸之前成功摧毁了巢穴。当克兰兴高采烈的再次回去找拉辛的时候，却见到了让他难以接受的一幕。You should have seen it. Oh, God. The whole damn building came down. Please. It's me. It's crazy. Please stop. It's a fucking bite wound. You goddamn stupid fucking kid! Oh God, Jade. 或许一开始拉辛并不待见克兰，但克兰却真的挺喜欢这个想为大家做点什么的混小子。怀着深深的悔恨与愧疚，克兰回到塔楼，对布雷肯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可恰好杰德却听到了这件事，杰德难以接受弟弟拉辛死去的消息，于是选择暂时逃避现实。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赖斯帮为了报复塔楼抢炸药的事情，于是前来绑架了泽雷博士。一边是好友刚刚死去的痛苦，一边是心系无辜市民的泽雷博士遭受无妄之灾。此时克兰心中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径直杀向了赖斯的基地。一路上无论是丧尸还是赖斯的手下，都只能在克兰毫不留情的攻击下感受1袋米扛几楼的痛苦。随着大门被踹开，克兰终于找到了泽雷博士。泽雷博士就算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都还在心系能够拯救市民的研究资料。他早就将资料交给了杰德，让杰德前去邻区寻找另一位博士卡姆登。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却没想到这一切都是赖斯为了获取研究资料设下的圈套。于是克兰和泽雷博士被他们带往了竞技场。赖斯在竞技场放出了大量的丧尸围攻克兰，并带着手下一同观看，以满足自己病态的嗜好。面对这种小场面，克兰只是默默地跳上了观众席，悄悄地在赖斯耳边说了一句：“我要打10个。”
可能是觉得太尴尬，赖斯果断扔了一把刀下去。当克兰下去查看的时候，一只巨型丧尸冲了出来，可巨型丧尸在克兰的面前也只是拖延时间罢了。在见识到克兰的实力后，赖斯当着他的面向全世界公开了机密文件，并向克兰讲述了关于 GRE 的真相。原来从一开始 ，GRE 想找的机密文件并不是所谓的疫苗合成方法，而是如何将病毒武器化。他们关心的只有利益，并不是拯救无辜的生命。听到这个消息的克兰，愤怒再次达到了顶点。当克兰来到泽雷博士面前，他已经被匕首刺进了心脏。博士到死都还在想着哈兰市中那些无辜的人，而赖斯也是一个狠人，他用烧红的木棍灼烧伤口，以强行止血。想到死去的博士，克兰心中越想越气。可当他回去找赖斯的时候，这个罪大恶极之人却不见了踪影。克兰也因为没有解毒剂，从而陷入了昏迷。等克兰醒来后，布雷肯将他救了下来。此时赖斯的手下已经赶往林区，前去寻找杰德与卡姆登博士，并且因为赖斯公布了机密文件，无暇顾及其他的 GRE， 早已停止了空投物资的投放，幸存者的时间已然所剩无几。为了尽快帮助卡姆登博士研制出疫苗，克兰找了一群能够帮助他前往林区的人，但这些人竟然与赖斯合作，不讲武德偷袭克兰。对于克兰来说，纵横天下的武艺不是白学的。他很快便来到了哈兰市的旧城林区，作为最早爆发病毒的区域，这个地方无时无刻都在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因为克兰之前修好了无线电，间接帮助了这里的幸存者，他们因此都对克兰充满了感激。而幸存者首领特洛伊也与杰德关系匪浅，在他的帮助下，克兰与杰德取得了联系。但杰德现在还未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再加上克兰说出了 GRE 雇佣他的经过，气得杰德直接挂断了电话。由于 GRE 这个极端救援组织的阴谋浮出水面，当地的国防部为了尽快将病毒事件平息，于是便以哈兰市没有生还者的理由，决定发射核弹将病毒彻底根除。为了向外界发送信息，特洛伊决定在高楼中安放炸弹，以人为的形式放出大火。既然有成功的机会，那么克兰必须得去试一试，毕竟建筑里的丧尸对于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随着克兰安放好炸弹并将之引爆，整座大楼瞬间燃起了大火，但军方的战斗机却在下一刻再次对大楼进行了轰炸，只为掩盖哈兰市还有活人的真相。好在克兰的壮举让杰德对他的看法产生了改变，愿意再次与他见面。可当克兰来到见面地点后，却发现赖斯的手下已经先一步带走了杰德。克兰先是失去拉辛，如果一旦再失去杰德，他将会永远的活在痛苦之中。克兰用尽了一切办法，来到了赖斯邦藏身的博物馆。当他见到赖斯的时候，赖斯表示，既然克兰夺走了属于他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夺走属于克兰的东西。尽管克兰面对这些极端分子没有丝毫的留手，尽管前方无数拦路的丧尸被他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路，可最终天不遂人愿。当他找到杰德那一刻，这个曾经救过他的挚友已经被丧尸咬伤，而克兰也因为迟迟没有注射解毒剂，导致病毒即将发作。赖斯似乎非常享受眼前这一刻，他将克兰之前偷偷拿走的那一份解毒剂给他们丢了过来，让克兰做出选择。一瞬间，克兰的意识被拉进了精神世界，在这里他经历过的一幕幕不断浮现。杰德也在安慰着克兰，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完成一些事情，把有限的生命变得有价值。所以杰德也会像拉辛一样，如果能够牺牲自己挽救哈兰市的所有人，那么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慷慨赴义。而这一刻，克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也意识到了自己将要背负的责任。就这样，克兰又一次眼睁睁看着挚友在自己面前变成了丧尸。随着他对挚友的道别，这位曾经的特工在哈兰市亲手扭断了一对姐弟的脖子。那么接下来迎接赖斯的将会是克兰不死不休的追击。尽管赖斯派出了手下的二把手，但对于风系技能全开的克兰来说，这个所谓的二把手也只配被克兰送进地狱。为了贯彻杰德和拉辛姐弟二人的信念，克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军方向哈兰市投放核弹。他先是在特洛伊那里取得了信号放大器，接下来便是在倾盆大雨的洗礼下，向着只有他自己才能攀上的信号塔不断前进。终于，克兰赶在军方投下核弹的前一刻，向外界公布了哈兰市还有幸存者。与此同时 ，GRE 再次联系上了克兰，他们可以派遣直升机让克兰安全撤离，而代价就是泽雷医生的研究成果。克兰早已对 GRE 深恶痛绝，他没有丝毫犹豫，将之前从二把手那里拿走的研究样本送到了卡姆登博士的面前。但只有研究样本还远远不够，必须从赖斯的手里拿回他从杰德手里夺走的泽雷博士的研究数据，才能真正研发出对抗病毒的疫苗。而赖斯似乎也想做个了断，他用手里泽雷博士的研究数据与 GRE 达成了交易，很快便会有直升机将他从赖斯邦的基地接走。不管赖斯到底是不是个疯子，克兰绝对不会让赖斯活着离开哈兰市。为了前往赖斯邦基地，他来到了一处下水道，这里显然是夜魔的巢穴。克兰那纵横天下的武艺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夜魔一旦跑得慢了点，后果可谓是不堪设想。就这样，克兰在丧尸的阻拦下，一路追着夜魔来到了出口。在克兰恋恋不舍的目光下，夜魔终于送走了这位活阎王。当然，赖斯可并不知道下水道发生的事情。克兰立即向着前方的高楼不断攀爬，就算起重机在他面前倒塌，也只是让克兰摔了一跤，根本不足挂齿。在一阵大风的吹拂下，克兰瞬间回到了大楼之上，并在大楼顶端找到了他恨之入骨的赖斯。赖斯还妄图用实验数据迷惑克兰，但在完全摊牌的克兰面前，他的
的小把戏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最终，克兰将赖斯送进他肩膀的匕首，以9成新的标准还进了赖斯的咽喉之中。克兰也成功取回了泽雷博士的研究数据，并且拒绝了 GRE 的营救。他将会以凡人之躯留在哈兰市，帮助卡姆登博士研发出疫苗，让那些无辜的幸存者获得生的希望。然而，想要得到这一丝的希望，却并非那么简单。卡姆登博士研制疫苗需要时间，但失去了 GRE 投放的解毒剂，导致塔罗的幸存者已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撑下去了。恰好没过多久，塔罗的人带回了一个重伤的幸存者，并从其口中知道了在哈兰市郊外某处地方的人不但掌握了免疫病毒的方法，甚至还能够驯化丧尸。通过幸存者手中的地图，克兰果然找到了一处位于郊外的广袤平原，这里的田野同样充斥着大量的丧尸。克兰应付这些丧尸早已驾轻就熟，他很快便来到了一处村落。这里的村民对外乡人似乎并不愿意透露任何事情，村长更是直接开始赶人。所幸的是，一名来自城内的商贩卡恩表示愿意透露一些线索。原来这里的村民信奉着一个叫圣母的女人，村民靠着信仰愣是没有人变成丧尸。而商贩卡恩则表示，克兰想要更多的情报，就需要帮他找到交通工具，并成为他的专职司机。没有更好的办法，克兰来到了一处有车的农场，顺带将这里的匪徒全部绳之以法。开着借来的车，克兰回到了之前的村庄，但商贩卡恩却已经被村民赶走，取而代之的是村长的女儿。村长女儿给克兰指了一条明路，只要帮助村子从匪徒手里夺回自来水厂，那么村民就会接纳克兰。恍然大悟的克兰立马驱车来到了自来水厂。这里的匪徒非常的讲道理，9斤15换7斤半的水。克兰觉得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并且表示他不吃牛肉。于是这里的匪徒有一个算一个，都走得很安详。在解决了村庄的供水问题后，村长也不再那么排斥克兰这个外乡人，说出了关于免疫病毒的秘密。他们确实通过信奉圣母才获得了免疫的能力。如果克兰想要与圣母谈话，那么就必须成为无名人士，而成为无名人士的条件就是多做一些为村民通马桶这样的好人好事。为了能够尽快从圣母那里搞到免疫病毒的方法，从而让塔罗的幸存者们活下去，克兰瞬间化身成了哈兰祖国人。先是帮助村庄重新恢复了供电，又不断在郊外建立安全区。听说附近有不少夜魔巢穴，克兰想也没想便立即行动。当克兰进入巢穴的那一刻，也就代表着没有一只夜魔能够逃离他的魔爪。就这样，一夜之间，整个郊外的夜魔连同他们的巢穴被一个外乡人灭了满门。就这样，村民们彻底接纳了克兰，他以门徒的身份前去参加了圣母举行的神圣仪式。村民们正在祭坛虔诚的祈祷，台上的丧尸也并没有攻击他们，就连被村民赶走的卡恩也在顶礼膜拜。随着无名人士将蓝色烟雾散布出来，哈兰在吸入烟雾的一瞬间变得极为恍惚，就算靠近丧尸也不会被攻击。看来所谓的免疫病毒一定和这种蓝色烟雾有关。当仪式结束后，无名人士告诉了克兰，这种蓝色烟雾名为灵药，但灵药就像 GRE 空投的解毒剂一样，只有暂时延缓病毒的作用，而灵药的数量也是有限制的，所以这些无名人士一直都在寻找。但最近他们发现有3个无名人士莫名失踪，如果哈兰愿意接受这个任务，那么圣母将会赐予他灵药以及使用灵药的方法。为了尽快帮助塔楼解决困境，克兰毫不犹豫便向着不远处的山洞赶去。在那里，他发现了2具无名人士的尸体，甚至还有赖斯邦的极端余孽。看来最后一个无名人士一定是被赖斯邦带走了。眼下没有更多的线索，克兰只能在教派的指派下前去帮助一名叫阿提拉的民俗学家。为了帮助阿提拉更好的研究太阳神预言，克兰前去调查了3座远古巨石，并前往了位于郊外最高的山。在山顶的太阳神庙发现了一个红色的面具，在将面具带回后，阿提拉说出了一则圣母非常关心的预言，大致意思就是当瘟疫肆虐大地，当人类沦为野兽，一个失败的man将获得来自上天的指示，并通过献祭自己，从而获得光明的洗礼。可当克兰再次回到阿提拉家中时，他却只发现了一封阿提拉留给自己的信，以及戴上面具献祭了自己的阿提拉。原来阿提拉早已身患癌症，他错把预言理解成了自尽，导致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一边，教派也发现了被绑架的无名人士线索，克兰立即来到了被大量赖斯邦占领的谷仓。果不其然，他很快便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无名人士。可无名人士只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了灯塔2个字，想必灵药也被赖斯邦的人抢走。好在无名人士并没有说出灵药的使用方法，没有丝毫停留。克兰立即赶到了灯塔，可当他来到灯塔上方的时候，却发现了试图偷袭自己的卡恩。原来卡恩正是赖斯邦余孽的首领，他们同样是为了获得免疫病毒的能力。在抢夺灵药后，由于并不知道使用方法，他们从无名人士口中逼问出了圣母的位置。此时灯塔下方的赖斯邦也发现了克兰，他们早已被这个杀神吓到了神志不清，连自己的老大也不管了，直接选择火力覆盖。这点高度克兰自然不慌，但卡恩可就惨了，只能憋屈的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为了尽快前去营救圣母，克兰拿上灵药，向着圣母所在的大坝赶去。当克兰进入大坝的内部后，这里已经只剩下了无名人士和赖斯邦留下的一片狼藉。而圣母也对克兰说起了自己的过去。原来圣母本是一名陆军上校的妻子，在病毒爆发的时候，夫妻2人不幸被丧尸咬中，丈夫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但他临死前却给了圣母一个香烟盒，在里面圣母分别发现了一份地图、钥匙和密码。跟随地图的指引，圣母来到了这个大坝，靠着密码打开了这里的集装箱，并发现里面有着许多灵药。由于当时圣母即将变异，他也顾不得是解药还是毒药，只能一口将之喝了下去。从那一刻开始，圣母就变成了一只夜魔。也就是说，吸入灵药虽然能够延缓病毒发作，但变成夜魔也是迟早的事。可一旦喝下灵药，就会让人在短时间内变成圣母如今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在白天，圣母拥有自我意识，可到了夜晚，就只能被本能所支配。无法克服本能的圣母，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都撕成了碎片。所以他暗自发誓，一定要成为那个拯救信徒于水火的圣母。而之前那一则太阳神的预言，则让圣母觉得克兰就是他一直在等待的人。当初军方在这里不仅留下了灵药，也留下了一枚核弹。如果克兰选择启动核弹，那么阿提拉死前留下的信中便记载了启动核弹的正确密码，而整个哈兰市将会彻底灰飞烟灭。可对于克兰来说，他要是这样做，就真的辜负了拉辛和杰德。哈兰市和塔楼的幸存者还有希望，只要他能够带上灵药回到塔楼，
头，就可以撑到博士研制出疫苗的那一天。见克兰不识好歹，圣母直接将灵药全部灌进了他的嘴里，并开始与克兰战斗了起来。克伦打拳，放眼整个哈兰市，没有一个人是克兰的对手。再加上喝了灵药，有了神奇的力量，克兰的每一拳下去都足以让圣母粉碎性骨折。就这样，圣母倒下了。克兰立马带上解药，想要赶回去，但灵药也开始在他体内发生作用。当他强撑着意识回到市区的时候，眼前已是即将落下的太阳。克兰从惶恐的母子眼中发现了自己变异的身体。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所谓的解药根本不存在，屠魔勇士终将成为恶魔，留给克兰的只有什么也拯救不了的无奈。随着太阳的落下，整个哈兰市只剩下了克兰那满怀不甘且撕心裂肺的叫喊。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